2025年除夕前一日，中国私募基金行业上演了一出离奇大戏，212家私募基金集体注销。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去年同期注销的私募基金是多少？48家，翻了整整4.4倍。而且仅2025年开年不到1个月，就已经有276家私募注销了。这种注销速度简直闻所未闻。我们先来看看这些注销的私募都是什么来头。大家可能以为都是些小打小闹的私募，大错特错。中国平安、国泰君安这种金融巨头的私募子公司都在其中。就说中国平安旗下的上海平安道远8，这可是一家成立于2011年的老牌私募，注册资本金2个亿，在业内可是响当当的大机构。但是到了2025年1月2日，他还是选择了主动注销。这里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212家集体注销的私募中，竟然只有1家是主动注销的，其他211家都是被协会强制注销的。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些私募基金已经连体面退场的机会都没有了。在金融行业被监管机构强制注销，这就相当于被打上了不良记录的标签，以后想东山再起可就难了。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次被注销的私募中不乏一些实力雄厚的机构，比如恒大集团的珠海恒大普惠资管，这可是一家注册资本3个亿的大私募，还有原康德新董事长钟玉控制的上海九坤股权投资，甚至连 A 股上市公司斗神教育、龙源建设、三星医疗这些市值动辄几十上百亿的公司旗下的私募基金也都难逃厄运。我给大家算个更吓人的数字，2024年全年，中国一共注销了多少家私募？1400多家。而2023年即之前每年新登记的私募基金，少说也有300家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私募基金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就连疫情最严重的3年，每年新登记的私募基金都保持在300家以上，可到了2024年，不但新增寥寥，注销的却多达1400多家。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就在这次大规模注销的同一天，中基协还一口气公布了32份处罚决定，其中包括7家私募机构和21位高管。100亿级私募平安财富被公开谴责，还要暂停备案半年；上海富熙资管直接被取消会员资格，这哪是什么处罚公告，简直就是一份私募行业的死亡名单。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吧？这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市场出清，分明就是一场席卷整个私募行业的灭绝计划。要知道，私募基金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投资，每一只基金背后都是成百上千个投资人的血汗钱。现在这些私募基金集体注销，这些投资人的钱到底去哪儿了？谁来负责？这些问题恐怕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从这些注销名单里，我们能看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管是恒大这种已经破产的地产巨头，还是中国平安这样的金融航母，甚至连国企背景的信达、光大系私募都扛不住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现在的中国资本市场已经糟糕到了一个连背景硬都不管用的地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拿上海平安道远来说，这可不是一般的私募，它可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100%控股的子公司，背靠平安这棵大树。但是即便这样的豪门私募，在注销前管理了多少只基金呢？107只提前清算，3只延期清算，1只正常清算。简单说就是111只基金里面96%都是提前结束的。这哪里是正常的基金清算，根本就是在救火嘛。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野丰资管的案例。这家公司可不简单，它背后是浙江的知名企业野丰集团。但是你们猜怎么着？
去年年底，证监会开出了一张8.57亿元的天价罚单，就是因为野蜂集团的创始人余国生及其女婿涉嫌操纵市场。一家私募被罚了8.57个亿，这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我估计有人要说了，这不是好事吗？说明监管在打击违法行为啊。且慢，我们再来看看时间线，这些私募为什么要选在除夕前一天集体注销？要知道，2024年春节前注销的私募数量比去年同期翻了将近5倍。大过年的，你说这些私募是主动选择在这个时候注销的，这不是摆明了是被赶尽杀绝吗？来看看这些被注销私募的家底：斗神教育市值160亿，荣源建设市值55亿，三星医疗的私募子公司注册资本12个亿，实缴资本4.49亿。这都不是小打小闹的机构啊，但现在呢，全都变成了一纸注销公告。我再给大家报一个更吓人的数据，这些被注销的私募里，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占了167家，证券投资类私募占了101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管你是投早期项目的创投基金，还是炒股票的证券私募，现在都一个死。这哪里是注销私募，简直就是在屠杀中国的创投行业。要知道，创投基金可是支撑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现在这么多创投基金被迫注销，那些需要风险投资的科技创业公司怎么办？那些期待通过私募基金实现财富增值的投资人怎么办？光大创新、信达华谊这些国资背景的私募都扛不住了，更别说那些小私募了。这次注销潮简直就像一场海啸，把大大小小的私募基金都卷了进去。这种清洗力度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不禁让人要问，为什么偏偏是在2025年初？为什么偏偏是在除夕前夕？是不是有人要在农历新年前清洗市场？又或者说，这是不是意味着2025年中国的资本市场会更加艰难？有网友说得好，这些私募基金都是老百姓投入的钱，监管很重要。若把钱弄没了，领头的都逃之夭夭就麻烦了。但问题是，现在这些私募都注销了，投资人的钱到底能不能退回来？这恐怕才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私募注销潮？我觉得主要有3个原因，咱们一个个来分析。第一个原因就是募资难。这个问题说起来可就有意思了。在中国做私募基金，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渠道。但现在的渠道都被大机构给垄断了。银行、券商这些销售渠道都有自己的白名单制度，你猜他们的准入门槛是多少？管理规模至少要20个亿。我给大家算个账，一个刚起步的私募基金，你让他一开始就拿出20个亿的规模，这可能吗？这就跟让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去打奥运会一样荒谬。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些渠道还要求你必须有机构从业经验，最好还得有点名气。你说这不是在卡小私募的脖子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业绩难。现在的 A 股市场是个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2024年沪指跌到2664点，上证指数已经跌成了全球第2差。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就算你是巴菲特转世，也很难做出好业绩来。更要命的是，没有好业绩，你就拿不到新资金；没有新资金，你就养不起好的团队；没有好的团队，业绩就更难做了。这不是一个死循环吗？第3个原因，也是最致命的，就是监管的加速器作用。光是2025年开年这1个月，监管部门就祭出了多少大招？32份处罚决定，212家私募被强制注销，这是什么概念？这简直就是在用推土机清场啊！我觉得最讽刺的是什么？就是那些所谓的大型私募机构，比如平安道源，它背靠中国平安这么大的金融集团，结果呢，
111只基金产品，107只要提前清算。大家想想，一个正常运营的基金公司会出现96%的产品都要提前清算的情况吗？这不是在经营基金，这是在搞清算生意啊！还有更有意思的，那些被注销的私募里面，很多都是上市公司、国企控股的。斗神教育160个亿市值，龙源建设55个亿市值，这些公司的私募子公司说注销就注销了。大家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在的中国资本市场已经糟糕到了连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个真理都不灵了。更让人担心的是2025年的走势。我给大家看个数据，2024年全年注销1400多家私募，而2025年开年不到1个月就注销了276家。按这个速度，今年的注销数量很可能会突破2000家。这就相当于给整个私募行业来了个大换血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注销的私募基金背后的投资者怎么办？他们的钱能不能拿回来？私募基金管理的可都不是小钱，动辄几千万、上亿的资金。现在基金注销了，这些钱会不会就这么打了水漂？说句不好听的，这次私募注销潮简直就像是一场金融灾难的预演。当这么多私募基金集体倒下，当这么多资金去向不明，我们恐怕真的要考虑一个问题了：2025年的中国资本市场会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最后说一句，看到这么多私募基金倒下，我突然想起一句老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这个风雨飘摇的资本市场里，不知道还有多少池鱼在等待被殃及。各位看官，且行且珍惜吧。